如果有一位封号斗罗能带我飞到5000米高空，我就可以利用滑翔掠过他们的空中探测魂导器，深入明斗山脉进行侦测。这样做太危险了，5000米高空也是魂师的生存极限，那里空气稀薄，而且温度会骤降到零下150度，就算极限斗罗都没办法活动太长时间。宇浩，5000米高空太危险了。我是冰属性魂师，低温对我没有影响。至于空气稀薄，我也有一定办法。放心吧，三师兄。好，宇浩，我们相信你。我就以茶代酒，祝你马到成功。你既是我们星罗帝国人，不知仙乡何处？星罗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罢了，没什么名气。好，一个小村子能培养出你这样的人才，真是难得。那是因为咱们史莱克学院人才辈出。不多做寒暄了，公爵大人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商议战术吧。你们远道而来，已经很疲惫了，而且行动开始前需要周密的研究和布置，先休息一晚吧。梧桐小姐也有如此雅兴。星空又不是你家开的，只允许你一个人欣赏吗？你真的打算明天一个人冒险去侦测明斗山脉？如果东儿在的话，我们俩联手，成功率会更高些。我们有武魂融合技，能发挥出1+1大于2的作用。东儿，你整天脑子里除了东儿没有其他人了吗？这些天在路上，你的大情圣故事我都听烦腻了。我并不是什么情圣，我唯爱东儿一人。我今晚找你，是有件正事。第一次见到你时，我便感觉我们的魂力可以相融。不可能。好吧，我是真觉得我们有武魂融合的可能，能不能试一下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未来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战斗力会得到极大增强。2个魂圣如果施展武魂融合技，加上你强大的武魂，威力可观。好吧，就看在你烤鱼的份上。不过，我只给你1盏茶的时间。就在这里，我们开始吧。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，再来。他真的不是东儿。武魂融合哪有那么容易？如果可以，我会没有感觉。喂，你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不就是魂力不能相容吗？他怎么跟得知伴侣死讯似的？为什么我有种心痛的感觉？
我好想做你的妻子。宇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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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儿，我真的好想你。唐舞桐不是冬儿，冬儿，你究竟在哪里？这家伙昨晚的反应很不对劲，我要不要关心一下他？早，唐小姐，走。你昨晚，这家伙在搞什么啊？就因为武魂不相容，就不温柔了，变得这么疏离。你和宇浩大早上的，这是怎么了？楠楠姐，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的武魂和另一名魂师有可能融合，于是就去尝试了，但失败了。这种情况对他的打击会很大吗？梧桐，你说的不会是宇浩吧？他和你武魂融合失败了。嗯。没想到竟会是这样，我们错了，可能我们所有人都错了。你不要说谜语了，快讲。抱歉，梧桐，宇浩为你带来的困扰，我代他向你致歉。这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。当初，宇浩刚来史莱克学院的时候，有一名室友叫王东，他们俩亲密无间，共同学习、修炼，一起努力，崭露头角，拿到新生考核的冠军。后来，他们还一起参加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，大放异彩，为学院争得了冠军，获得终身史莱克七怪的荣耀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大家的实力不断增长。宇浩参加海神园大会，发现王东竟是女孩子，他们俩很快成为了羡煞旁人的情侣。然而，冬儿似乎有先天疾病，宇浩为此前往落日森林，以自身重伤为代价，换来了天才地宝，挽救了冬儿。他自己却双腿残疾，无法行走了。即使他坐着轮椅，依然带领我们进入了精英大赛的决赛。不过日月帝国狼子野心，突然对我们下手，逼我们进入乾坤问情谷。冬儿为了宇浩身受重伤，昏迷不醒。直到宇浩又遇见你，我们都以为冬儿回来了。这里是明斗山脉的最高峰，一览众山小。如果我能从这里突入，日月帝国军队的整体部署，我能尽收眼底。坦白说，你指的这个地方，是我们目前最想要进行探测的地方。但是，我不能让你去。为什么？就是这个地方，吞噬了我星罗帝国200名魂圣以上级别的魂师，给予了我们重创。难道传说中接近10级的魂导器死神塔就部署在这里？我知道，我一早就猜到日月帝国会把最强的魂导器部署在这里。我有自己的打算。此前他们凭借这件魂导器重创了星罗帝国，肯定不会想到我会从那里突入。我这次突然侦查，一定能打对方个措手不及。
还是太冒险了。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潜入侦查。死神塔是最大的威胁，日月帝国军队其他的情报都不能与之相比。放心，我有80%的把握全身而退。好，作为一名军人，我确实无法放弃这样的机会，哪怕把我自己当诱饵来牺牲，也在所不惜。宇浩，你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这需要周密的战术安排。我需要星罗帝国做出佯攻，吸引对方的注意。佯攻的位置最好选在……他真的要去冒险了？楠楠姐说的那些事，他今天状态那么差，真的可以吗？为什么我心中会在意他的安危呢？在这个位置，我需要有人空中接应。我来吧。除去已经被安排任务的封号斗罗，剩下人当中，我的武魂最擅长飞行，其次是古一姐的神圣天使，但她的天使武魂在夜空中太亮了，容易暴露。这主意不错，今晚我们就全部行动起来。好。那么武桐，你作为第一道空中接应，古一在后方做第2道空中接应。三师兄、四师姐、季兄、秋秋，你们做地面接应。大家先休息1个时辰，调整状态。日落后开始行动。好。这个家伙，为什么他的眼神中包含着一份决绝？全军出发！宇浩，我出发了，要小心，要小心。哥，你搞什么？这么大仗势，今晚你要干什么去？我今晚要去探查日月帝国防线布防的漏洞，去把珍贵的情报带回来。你一个人吗？好危险的！洛丽，你记住一句话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这个傻瓜，他这么坚定的要侦查死神魂导器，难道和昨天武魂融合没有成功有关吗？我与九九公主、玄机斗罗他们商议决定，这次行动为了保密，就由我亲自送你上去。走。这个家伙到底心里在想什么？宇浩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如果有任何不适，立刻告诉我。
我们不是不能停下来。我没事，继续吧。他怎么了？语气冰冷而淡漠，是高空的极寒影响了他的情绪吗？3000米，4000米，我的飞行魂导器快撑不住了。那我做好了。这是父亲。不，他不是。用8角玄冰草控制体温，日月帝国的热感魂导器就探测不到我。宇浩，现在是5500米高空，你还有更高吗？我的极限应该能飞到6000米。可以了。宇浩，一定要小心，安全为重。若势不可为，切记不要冒进。我要送你出去了，准备。这小子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能力啊！我个体所烦忧的问题，在无尽夜空下显得如此渺小而不值一提。啊！成神的机缘又来了！又是地天，这已经是他第2次截断宇浩成神的机缘了。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打破他的束缚。看来是时候让地天给点好处了。第2次，这已经是第2次了。这是为什么？我追寻了80万年不可得的东西，竟然在短时间内2次出现在他身上，向他发出召唤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就因为我是魂兽，而他是人类吗？最危险的时间段有2个，其一就是我释放出精神探测的瞬间，其2是撤退时刻。我得提起100%的专注力和精神。星罗军方为了掩护我的视野性攻击开始了，佯攻开始了，事不宜迟。武魂真身，精神力屏障。一道巨大的精神屏障覆盖了整个明斗山脉最高峰。精神波动双属性探测魂导器，不好，他要定位我。3圣狼元魂骨技能，瞬移。好险，被定位到的话，下一瞬到来的就是致命打击。就算要撤，我也要在走之前。要向你们块肉来！高空探测魂导器是需要同地面建立信号连接来工作的。如果能避开探测魂导器的监测，近距离释放干扰信号，就可以阻截通信，让探测魂导器失明。日月帝国，我也让你们感受一下失明的滋味。
什么？超高空探测魂导器失效了？是的，狂牛冕下，目前已经有6台超高空探测魂导器接连失效，数字还在往上升，可能是故障。毕竟超高空探测魂导器的技术还不够成熟。不，是敌袭。邪卷魂导师团出动！各位大人物下了命令，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来袭者留下。哼，这是自然。不好！他们反应过来了。我也不会只是被动防御。地剑，兵极无双。邪卷魂导师团长，狂牛斗罗王一恒，你跑不了。你我之间正好有一笔旧账还没清算。一个小毛贼，居然敢到这里撒野！惊恐爪！看你往哪儿逃！烈焰天罗！暴阵，烈穹极强。不愧是9阶魂导师，这样也不能中窗他。混蛋！成功激怒他了。356颗烈焰天罗，全体出击！天罗地网！小子，受死吧！你的礼物还没收到，我怎么舍得死？混蛋！后会无期，玄武之化，玄武对阵。到你了，楠楠。圣衣，无敌金身。什么鬼？白白损失了我好多颗烈焰天罗。啊，怎么回事？一切寂灭了。我的烈焰天罗，原来不止一个毛贼！别想逃！青天卧杀！
光明龙神蝶。竟然有一个10万年魂环！ 他竟能硬挡9级魂导师，那又如何？第6魂技，龙神武天杀。龙翼边缘有蝴蝶翅膀波浪形的弧线，龙翼铡刀。虽然相似，但这不是冬儿的光明与神蝶。王一恒，你中计了！就凭你们！邪君魂导师团的尖刀小队很快就会到来，我们抓紧时间解决他。武魂真身，玄武阵。第6魂技，天使之舞。啾啾，我在，我们一起。第5魂技，圣剑。第5魂技，胭脂泯灭剑。 玄武之幻，暗金孔爪，天罗之域。 无敌精深，玄武遁阵，第6魂技，玄武之域，第7道伤，武魂真身。 该结束了。第7魂技，黄牛真身。梧桐，第7魂技，武魂真身。龙神之光，胭脂蟒，守护锁。趁现在！该死，不能让他过来！
神罗防护罩，开！这种痛苦、眷恋的熟悉感觉是什么？我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。我还不能死！他要破釜沉舟！万父天罗归师！他的精神力濒临崩溃，太危险了！宇浩，回来！解决他的好机会。顾宇浩，我来助你。命运裁决！接着，顾宇浩。黄金龙神枪！这牛头还真硬。我来助你。灵魂暴震！我不该死，不该死！当年助纣为虐，围杀我和我的朋友时，不应该做好如今的心理准备了吗？我后悔了，我当初要是……他这一身魂导器摔坏就可惜了。古一、秋秋，收集这些散落的魂导器，就拜托你们了。嗯，没问题。团长竟然被杀了！回去复命吧，此仇我们迟早会报。这家伙全身魂导器都是值钱的宝贝啊！狂牛斗罗竟然这样被围杀了。太好了！一名9级魂导师的尸体，能为帝国带来多大价值的情报？在历史上，还从未有过这种战利品。王一恒是第一个。宇浩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魂导器都搜集完毕了。白虎公爵，王一恒的尸体就交给你们了。将狂牛斗罗尸体带走。是。这是3000米高空对地面探测魂导器的核心法阵，日月帝国的最新科技。我收缴了数个，供给给星罗的魂导科技师研究。宇浩，你们一行这次的收益实在难以估量。你们都是少年英雄，国之未来。我会亲自向陛下禀功。有了，我累了，得回营休息。宇浩，应该是刚才宇浩使用后东掌，牵动了内心对东儿强烈的思念所致。让他好好睡一觉就可以恢复了。我们先回去吧。东儿，你真的还活着吗？
当初我送你回昊天宗，牛伯太伯对我那么冷淡，到底是因为你沉睡了，还是……冬儿，如果你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就带我一起走。刚才他那一掌叫什么？为什么我感觉如此的悲伤？王一恒真的是被霍雨浩和他的伙伴们杀死的。我比雨浩要大5岁，但在整体实力上已经被他们远远抛下了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只能看到最后一幕。从当时情景判断，应是宇浩7人在主控魂师的有效调动下，将战斗力发挥到极致，不断削弱王一恒。由宇浩的浩东掌给予致命一击，其关键作用的有4人：许三石、江楠楠、霍雨浩和季绝尘。主控魂师吗？这个人只可能是霍雨浩。公主殿下说的不错，当年我们与霍雨浩参与第1次精英大赛时，他作为主控魂师，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。更何况如今，他不愧是未来海神阁阁主的人选，难怪以小小年纪就成为海神阁最年轻的成员。宇浩，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。元帅过奖。晚点陛下会有奖励，甚至爵位加封。现在大军士气正盛。报，天魂帝国紧急情报！斗罗大陆要掀起一场浩劫了。天魂帝国全线溃败，本体宗遭受重创，国都天斗城实现了。战争开始才10几天，恐怕再有半个月，天魂帝国就全境沦陷了。那时候，星罗帝国侧翼、斗灵帝国正面和史莱克城都将遭受威胁。公爵，我们该怎么办？2个办法：一保守，一激进。保守之法是，我们立刻撤军，集结全部力量向学院求援，团结斗灵帝国和隐士宗门，趁日月帝国侵略天魂帝国分兵之时，与他们的主力决一死战，拼上一回。激进之法呢？孤注一掷，破釜沉舟，攻敌必救，冲入日月帝国，长驱直入，不怕他们不回援。你是说硬冲？不行，死神塔的威胁太大了，很可能令我们全军覆没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有了具体的办法，且是有效之法。什么？我个人的极限单兵计划是这样：这是一口虎牙，我父亲当初传给我的。据说是先祖击败一头虎类魂兽留下，有杀伐之气护身。你带上吧。谢谢。说谢的应该是我才对。感谢你为星罗帝国做出的贡献。所有星罗人都铭记于心。我们出发吧。到这里就可以了。
我能自己滑翔过去。宇浩保重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无论如何，活着回来。嗯。精神探测。上次的行动之后，日月帝国增加了更先进的波动探测混导器。日月帝国为了发现我，竟然用超高空探测混导器作为基座，再在上面放置波动混导器进行探测。但这些根本拦不住我。上次差不多是这个距离出现的精神屏障。命运裁决。这就是传说中接近10级混导器的死神塔。不好，死神塔在积蓄能量。刚才一股刺痛直刺我灵魂深处，仿佛跟死神擦肩而过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有什么？我有天赋能力，跟你一起混进来的呗。没有本姑娘的帮助，你刚才要被集火了。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？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。少废话，快说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你要听我的指挥，我将你送到山上，你只需全力破坏，不用管我。1000米、500米、400米，快！不好，是7级混导器抗拒之光。抗拒之光唯一的作用就是将受击者推远，平时根本没有大用，在此时却造成最大的阻碍。我给他扇远不就行了？地剑，兵器无双。就是现在，1、2、3。一落地，我就预备开启最强魂技，将死神塔一举摧毁。不好，死神塔启动了！不通！精神塔印，玄武之幻。如果我回不来了，你将真相告诉他。哥，你想通了？只是家国大义面前，没必要了。你一定要安全回来。我的身体正在被裂解，生命力在流失，精神还在崩溃。
是有多少数量的冤魂才能炼制的武器？他的金光好强，是什么力量？被死神之光击中，居然还能活着，你怎么做到的？逆鳞救了我。上次他击杀我们团长，这次我们瓮中捉鳖，为团长报仇。梧桐，帮我争取点时间。他们交给我来解决。地武魂技，龙神咆哮。启动联动攻击！第二魂技，龙神渡。快发射！辛苦了，霍小友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。第六魂技，万壑雷音。总算能够和这些混蛋干上了。第五魂技，释放日灭斩。护国斗罗陈刚前辈，这里比星罗城更需要我。第五魂技，永暗星域。第六魂技，万法星云。第六魂技，劫灭空明破。第六魂技，八荒尽灭。第五魂技，世尊法下。第八魂技，万川归虚。第八魂技，九霄风雷引。哪里冒出这么多封号斗罗？去见你们队长王一恒吧。这次有10位封号斗罗主动请缨。这些魂导师不足为虑，但山上魂导器实在太多，这里就是主峰。没错，通过几次探查，死神塔魂导器的威能我大致清楚了。我的精神力一来到死神塔附近，就感到刺痛和灼烧，说明死神之光也是由精神力构成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大量怨灵压缩凝聚而成。怨灵，看来还是需要你这个精神魂师来摧毁它。那我们分头行动。巨锤、随行，
你们护送霍雨浩等人从山体内部前往峰顶，摧毁死神塔。其余人随我分散剿灭剩余魂师和魂导器，为后方大军开路。最后，我们峰顶会合。河山大牛！山峰内部空了一些，随行，该你了。第6魂技，无剑星极银。这里就是明斗山脉的主峰。不对，守护的魂师们在哪里？这就是死神塔。果然有好强的精神压迫，我来锤烂它！一种魂技，天童钢卵风。我说什么人能够进入我的精神屏障？原来是一个擅长精神力的小家伙。我的死神塔还缺一些强大的灵魂，作为主魂镇守，就收了你们几个吧。无法动弹了。6个万年加3个10万年魂环，是极限斗罗。除了黑暗圣龙龙逍遥，日月帝国竟然还有一名极限斗罗，而且他掌控着死神塔，说明他就是日月帝国最为神秘强大的死神斗罗，也是一名9级魂导师。极限斗罗已接近半神，如果他获得神位，就能真正成神了。难怪日月帝国对明斗山脉的防御如此放心。他出现后，我的精神探测就被完全压制了。死神斗罗前辈，您为什么要助纣为虐，帮助日月帝国侵略自己的祖国？祖国？您一定不是日月帝国人。由于人种体质的差别，日月帝国的魂师在到达一定境界后，修炼速率就会明显下降。这也是日月帝国几乎没有出现过超级斗罗的原因之一。您必然出自我们斗罗大陆，何不考虑回到我们这边，回到祖国的怀抱呢？祖国？斗罗大陆哪有邪魂师的归处？你们这些所谓的正统魂师，每每看到我都恨不得杀之而后快。你竟然跟我谈祖国，可笑！各位前辈，
请先不要动手，晚辈有几句话想说。又是你，多次闯入我军领地，魂圣的境界，却有封号斗罗级别的精神力，真是难得。如果轻易杀了你，反倒可惜。我要把你留到最后。您这又是何苦呢，叶前辈？你叫我什么？这就是极限斗罗的实力。方才他完全没有跟我们产生任何直接碰撞，只是利用巧力轻易卸掉了全部攻击。他对时间、空间的精妙掌握，远在我之上。说，你怎么知道我姓叶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认识本座的人应该没几个才对。快说！您的芳名是叶溪水，对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我叫霍雨浩，我的老师名唤穆恩。穆恩？不，就算是他站在如今的我面前，也未必认得出我。更何况，他已经死了，死了。叶前辈，恐怕当时只有和黑白双圣龙同时代的您，才有可能以邪魂师的身份成就极限斗罗。也只有您能说服龙逍遥前辈加入圣灵教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您竟然还是日月帝国的死神斗罗。难道您真要为了自己一个人的痛苦，让全大陆都因战争而生灵涂炭吗？小家伙，你很聪明，但聪明的人往往命不长久。你是他的弟子，我可以饶你一次，不过你最好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这一次我记着他的好，下次就不一定了。至今都无法窥视死神塔的构造。大胆！你不是说不杀他吗？我改变主意了，不行了。穆恩那死鬼已经死了，要是在地下看到自己的小徒弟来找他，会是怎样的表情？小子，快只怪你选错了老师。魂圣怎么会突然爆发出极限斗罗的气息？人类，速速离开！你不是霍雨浩。
这种程度。兽神帝天，竟然是你！你身为兽神，为何要插手人类之间的纷争？难怪本座在死神塔上感应到了相似的气息。你的武魂果然是虚魂魔腿，吞噬灵魂方能进化。你有一条生命凝聚成你手上的一个个怨灵，不只有人类，更有我许多子民。本座今天就替他们向你索命。万能灭！第7魂技，武魂真身。帝天，你的确很强，但你现在并非真身降临，附体时间太长，他的身体可承受不住。你怎知本座不能真身降临？这不可能！你竟然要破碎虚空，实现肉身传送！荒灭神霄！帝天，会后。你们很好。你不该惹上这种强敌。如果不是我以真身降临恐吓，恐怕他不会离开。人类各国维持平衡，也是您最希望看到的吧？人类世界如果被日月帝国统一，魂兽也必然沦为他们的试验品。但你要如何改变日月帝国势大的局面？这个女人很强，如果她选择依托死神塔与我战斗，就算我真能以真身降临，也未必能击败她。连您都没有必胜的把握。这次你借助我的力量太多了，身体已有崩解趋势。尽快疗伤吧，记住，珍惜生命，远离死神。曾经有一位人类，只要愿意，早已是死神，而他是我的老师。羽浩在这里。死神斗罗和死神塔都不见了。日月帝国的魂导师团也撤退了，明斗山脉夺回来了。玉浩，玉浩，玉浩，情况很糟，多处经脉断裂，生命气息十分微弱。众位前辈，军中是否有擅长治疗的魂师？玉浩怎么样了？是一仙斗罗。元帅，您竟然亲自……玉浩是国家的大功臣。一仙斗罗面下，有劳了。是当时第一治疗系魂师，
一仙斗罗王星儿前辈。不错，他是我星罗帝国首屈一指的皇家供奉堂副堂主，一位超级斗罗级别的治疗大师。只要有一口气在，他就能生死人肉白骨。他的伤势很奇怪，经脉几乎全断，主要器官却都完好无损。似乎有一股远超常人的精纯生命力，正在缓慢修复他的身体。那该如何治疗？以他的自愈能力，过分医疗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创伤。我从外注入一些生命力，提升他的自愈速度。霍雨浩体内那股精纯的生命力，竟然为我冲破了魂力瓶颈，升至96级。好了，他已经脱离危险，接下来需要静养。多谢前辈。多谢前辈。一仙斗罗既然说了雨浩可以自愈，大家就放心吧。我们耐心等待。好了，大家也都累了，这样我们轮流看护雨浩。我第一个吧。今晚就由我来陪护雨浩吧。也好，雨浩就交给你了。大家先回去休息吧。古一姐，明天一早我就来替你。一仙前辈，他怎么样了？他在康复中，不会有事的。孩子，我看得出你很喜欢他。我喜欢的是他对爱的执着。原来如此，他已有了爱人。情这一字最难看透，喜欢一个人未必要得到。你还年轻，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风景值得你去喜欢和欣赏。谢谢前辈指点，我会想清楚的。冬儿，
想到你这么痴情专一，你所说的冬儿一定很美，很温柔。梧桐，守夜辛苦了。不辛苦。宇浩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。宇浩，三师兄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星罗帝国重夺明斗山脉，已派大军和魂师部队入驻，后续的行动我们就不知道了。相信以白虎公爵的战略眼光，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眼下棘手的是，如果天魂帝国被全境攻陷，日月帝国将直接威胁到学院。我们得尽快回去。我已经把死神斗罗的情报传回，还需要跟海神阁宿老们进一步商议对策。等你恢复好，我们随时出发。好，我这就开始调息。梧桐，谢谢你。你以后别这么逞能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强敌换死，我必须继续提升自己。如果我能更加自如地调动魂力，帝天的魂力运转与我完全不同，仿佛一个个黑洞相连，其中蕴含着极为恐怖的空间之力。他是如何掌控这些魂力的？这么安静，你们怎么只顾着吃都不说话？哎，宇浩，今晚你打算让谁照顾你啊？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行动，不需要照顾了。这几天谢谢大家，再过2天我身体完全恢复，咱们就回学院。我吃饱了，先回去修炼，你们慢用。啊，这家伙才刚好，就这么急着去修炼？难道都跟你一样只会偷懒？快，吃完我们也修炼去。进入生灵守望之刃洗礼过的经脉变得更加坚韧，可以容纳更多的生命力量。帝天兽神降临，虽然对我的肉体造成巨大压力，但我也因此有幸能窥看到帝天魂力运转的秘密。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不如……怎么回事？魂力慢慢固化后，旋转速度急剧下降，冥想中吸收外界魂力的速度变得极为迟滞。难道是我的方法不对？可帝天体内魂力分明就是一个个高速旋转的黑洞组成的呀。固态化的魂力似乎是魂力运转的终极形态，但这个形态还有太多秘密，帝天肯定是不会告诉我的。我是双生武魂，在武魂切换的时候，魂力就会与相应的武魂相结合。刚才尝试模仿帝天的固态魂力，就是用的冰帝的极致之冰武魂。极致之冰与帝天的魂力属性终究是有区别的。那么，玄天棍，如果是用不含任何武魂属性的纯粹魂力呢？刚才魂力在我体内固化后，吸收魂力的速度变得迟滞，但如果是在体外，这浩瀚天地之间，可是有无尽的天地元力可以吸收的。有戏！在这固化魂力中融入精神力呢？这魂力漏斗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磁场，而且已经开始影响到周围空间。论体积，已经与帝天体内的一个小黑洞差不多了，但纯度差了很多。以我现在的能力，
是无法将这魂力漏斗收入体内的。这股高度压缩的魂力随时会爆炸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必须找个空旷无人的地方。周围方圆数千平方米的天地元力都在朝着这里汇聚过来，太神奇了！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法则？要失控了！不能再近距离观察了。怎么回事？是敌袭吗？不知道，通讯班还没消息。爆炸威力这么强，这还只是个未完成品。霍雨浩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去外面透透气。透个气要这么长时间？今天的夜色真美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在帐篷内的？我有事路过，就顺便过来看你一眼。你既然没事了，明天我们就回学院吧。终于可以回到史莱克城了。诸位，史莱克的诸位，前线战事焦灼，元帅和99公主都抽不开身。但是元帅向陛下申请的赏赐，尤其霍小友的爵位册封已经在路上了，还请稍待几日。完成册封后，元帅会亲自设宴为诸位送行。我不需要任何赏赐。白虎公爵和皇帝陛下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大家青山不改，后会有期。啊？连爵位都不要吗？飞了3个时辰了，大家先休息一下吧。霍雨浩，我要吃烤鱼。他怎么心事重重的？烤鱼好了，大家可以吃了。我不饿，修炼完再吃。小师弟，你这么努力，还让不让我们活啊？好香啊！楠楠姐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这烤鱼和上次有什么不同？好像少了些什么。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啊，还是那么的美味。我明白了，确实是少了些什么，不过不是我们的，而是你的烤鱼。三师兄，你们先回唐门吧，我去趟海神阁，有事向玄老请教。唐老师好，霍学长好。回家的感觉真好。我要去玄老那里，在此别过。唐舞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关注他？你不能再这样了。老师，我回来了。这次出去，我竟然见到了叶溪水前辈。他现在已经是日月帝国的死神斗罗了。老师，您听得到我说话吗？穆老是没有办法回应你的。受潮时，他释放能量导致灵魂受损，现在只能在黄金树内温养。大陆局面突然变得如此不堪，没想到日月帝国隐藏的竟然如此之深。叶溪水，他果然还活着，只是他与龙逍遥一起站在了日月帝国这边，是我不曾料到的。2名99级极限斗罗，足以撼动整座大陆的局势了。
毒不死前辈不是也已经突破了吗？也许毒老怪在日月帝国的突袭中伤了本源，加上本体中年轻一代损失殆尽，心气大跌，很难再与龙逍遥及叶溪水争锋了。天魂帝国经过这次偷袭，元气大伤，恐怕也再难有一战之力了。薛老，那我们能否召集一些隐士宗门，一起对抗日月帝国呢？毕竟，咱们原属斗罗大陆3国，如果被日月帝国侵占，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已经在做了，很多宗门都积极响应。但在日月帝国最先进的魂导武器面前，这股抵抗力量还是太弱小了。玄老，有件事我想向您请教。此前在明斗山脉，我与叶溪水对上的时候，引动逆灵召唤帝天附体，帝天将力量通过空间之力注入到我的身体中，借助我的身体降临。那时我发现帝天的魂力运转与我完全不同，仿佛一个个黑洞相连，其间蕴含着极为恐怖的空间之力。学院教授的知识止步于魂斗罗，到了封号斗罗后，魂力的变化没有讲过。帝天那样的黑洞魂力，是极限斗罗所独有的吗？虽然都是极限斗罗级别，但帝天明显要比叶溪水更强。如果叶溪水不动用死神塔魂导器，他不是帝天的对手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接触到了这个层面。你的判断没错，魂师的魂力修炼到封号斗罗级别后，就会由原本的液态向固态转化。完成固态转化后，就会陷入修炼瓶颈。这个瓶颈对于绝大多数魂师来说都是很难逾越的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固态化的魂力是不能流动的，因此很多封号斗罗在完成魂力固化后，修为就再难寸进了。但是魂力固化又是冲击封号斗罗的基础，固化后的魂力会沉浸在丹田之中，名为魂核。魂核不断旋转，吸收外界魂力，供魂师使用。所以帝天之所以强大，就是因为他的魂核还能继续流动。思路没有问题，不过帝天的手段更为高超。这就是帝天体内魂力情况的原理，以自身魂力为引，引起空间塌陷，构成一个能够无尽吞噬天地元力的黑洞。这样的黑洞魂力需要强大的精神力进行控制，我只能维持一时，而帝天却能将其保持常态。这就是我与帝天的差距。保持常态？那帝天的精神力消耗岂非极其巨大？不是的，它凝聚了第二魂核，两大魂核相辅相成，形成了稳定的平衡。第二魂核，凡极限斗罗都凝聚了第二魂核，穆老、叶溪水、龙逍遥，包括独不死都是如此。不过他们凝聚的第二魂核都比第一魂核小很多，唯独帝天的第二魂核与第一魂核实力相当。所以，他远比一般极限斗罗更加强大。他的实力早已无限接近神奇。神奇！玉浩，你是双生武魂，成就极限斗罗要比我们容易很多。在你突破封号斗罗的时候，一定要争取同时成就双魂核。你的精神力远超同级别魂师，甚至可以媲美封号斗罗。届时，精神力就是你的第二魂核。玄老，那我要是在现阶段就成就魂核，会出现怎样的情况？
那么你的修炼速度会大幅提升，因为魂核对天地元力的吸收速度是冥想修炼的数倍乃至数十倍。可是，当你达到90级的时候，冲击封号斗罗的难度也将会史无前例的高，因为第一魂核会对凝聚第二魂核形成巨大的吸扯力。这可是很多98级超级斗罗冲击99级极限斗罗时都感到束手无策的难题。玄老，我想试试。好，老夫亲自为你护法。很好，继续，让我看看你最终能做到什么程度。压缩，再压缩，旋转，再旋转。固态魂力已经超过我体内魂力总量的半数了。我的魂力在急剧流失，5成、6成、7成。强烈的魂力波动，有人在冲击超级斗罗。魂力波动的核心在玄老房间，既然有玄老护法，应该不必担心。我们且在这里观察一阵。奇怪，那会是谁在冲击超级斗罗呢？快过来，那边，路上。难道是他？8成，魂力被吞噬超过8成了。宇浩，坚持住！你的固态魂力已经属性化了，如果在现在这个级别就能构建魂核长弓，你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89级。虽然冲击封号斗罗会很难，但这也是你的机缘，坚持住！宇浩到达极限了，不得已，以我的魂力禁锢住宇浩的固态魂力，再将其送入高空引爆，应该不会有太大危险。只是宇浩要虚弱几天才能恢复过来。那是什么？生命函数之恶灵，天梦哥，继续，有我呢。天梦，你再将你的本源之力汇入宇浩体内，这样的话，一旦宇浩冲击成真失败，寿终正寝的时候，你也会一起死的。当我选择宇浩的时候，就已经决定与他同生共死了。宇浩此时的魂力与精神力都已逼近极限，但我更不能在这个时候打断宇浩，否则他会受到极大的反噬。来吧，穿梭吧！灵魂仿佛都要被吸射进去了似的。那黑洞漩涡中有着无尽的黑暗，有着无尽的未知，却与我紧密相连。这就是我的魂核吗？
将第一魂核融合在精神之海，而不是丹田。很好，这样结识第二魂核就有了容身之处。于浩，你成功了！你真的在魂圣阶段就凝聚了属于自己的第一魂核。好好感悟，这份体悟是很多魂师究其一生都没有的机缘。玄老，刚才不是您在冲击第二魂核，而是……于浩这孩子，可能是斗罗大陆万年来的第一人。真是怪物中的怪物。现在是这群年轻人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了。通知海参阁全员，协助唐门组建魂导师团。怎么回事？我的魂力自行运转起来了。冬儿。 抱歉，我是唐舞桐。该说抱歉的是我才对。玄老让我来告诉你，醒来后就去唐门。这边，同学都从这儿吧。 好，往下放。岳大师兄，学院送的第3批材料到了，你把那箱搬到那儿去。好，快送去库房吧，这里都快堆不下了。大师兄，宇浩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都在海参阁入定1个月了，可把我们给忙死了。 大师兄、二师兄、三师兄，这里怎么回事？学院送了很多材料过来吗？何止啊！走，我们边走边说。魂导师团。学院经过海参阁讨论，综合各方面意见，决定建立3个魂导师团。3个？按照日月帝国那样，一支魂导师团数量是500人的话。 装备3个魂导师团，那可就是1500人。这1500人的装备，哪是那么容易制作出来的？第1支魂导师团名为唐门魂导师团，是学院特批，也是3支中装备最精良的。总人数200人，全部装备唐门最先进魂导器，由魂帝以上级别的魂师组成。团长为仙灵2院长，副团长钱多多院长。同时。 唐门魂导师团的封号斗罗一共将有10位，全部由学院补充进来。200人，其中有10名封号斗罗。就算日月帝国最强大的护国之首皇家魂导师团，也没有这么夸张的配置啊！
我们唐门能满足这么高的魂导器需求吗？所以这支魂导师团全部由近战魂导师组成，所配备的魂导器全部以增强速度和攻击力为主。唯一的联动魂导器是群体防御。原来如此，这样确实能做到扬长补短。那么另外2支魂导师团，想必分别是以远程魂导器和定装魂导器为主了吧？不愧是小师弟，一点就通。另外2支魂导师团，一支名为重炮魂导师团，单纯配备唐门最先进诸葛神弩炮，共300门；最后一支名为炮台魂导师团，共1500名魂师，配备的魂导器也只有一种，全地形自走炮台，共300台。这样的3支魂导师团，完全是3头吞金巨兽。楠楠，你怎么越来越像钱多多副院长了？巨额的资金消耗暂且不提，要满足这3支魂导师团的魂导器配置，我们唐门的稀有金属恐怕还不够。虽然我们从日月帝国卷走了一批稀有金属，但品级最高的稀有金属仍然不足。不错，这也是我们着急叫你回来的原因。想到办法了。秋秋，霍雨浩，跟我走一趟吧。我们地龙门坐落于天魂帝国北方，靠近极北之地。宗门秘境里有一条隐藏矿脉，里面极有可能埋藏着一种少见的稀有金属。可能？地龙门自己没有探测过吗？秘境那里温度极低，并且危险重重。就连妈妈这样的魂斗罗也无法深入，只有你这种拥有极致之兵武魂的魂师才有可能进入。我们地龙门既然选择加入唐门，这条矿脉自然也就送给唐门了。更何况，地龙门所在的龙城已经被日月帝国攻破占领，宗门内的资源不转移出来，迟早也会被日月帝国发觉侵占。快到了。龙城，地龙门的根基所在。妈妈在史莱克城正在闭关的关键时刻，所以就由我带你来了。跟我来。无痛。有守卫，怎么办？我想到进城的办法了。萤火之光。探测魂导器失联了。没事儿，新型号总归是有各种小毛小病的。到换班时间了，他俩人呢？开小差去了吧？这么冷的天，我也不想巡逻。这身衣服好暖和呀！嘘，哦。这座龙城看起来丝毫没有沦陷的感觉。作为靠近极北之地的边境城市，反而人气不错。当初日月帝国大举入侵的时候，天龙门上下奋起抵抗，协助城防军固守龙城。门主天龙斗罗更是壮烈战死。遗憾当时
我们地龙门已经全员转移到了史莱克城，未能及时助他们一臂之力。天龙门，李天龙呢？大战之后不知所踪，希望还活着吧。这里就是城主府，那是日月商会的人。龙城城破之后，第一批进入城内的就是这批日月帝国的商人，他们带来了大量御寒物资和先进的魂导热能器，低价甚至免费发放。我跟进去看看。那我呢？你在这里做接应。嗯。东西都送给他们，不要心疼。元帅说过，当他们适应了魂导器的生活后，就离不开我们。用不了几年，就能让整座城市的民众归心。科技渗透，确实是个不错的阳谋。这个神秘的元帅究竟是谁呢？就事论事，这样改善民生的举措，确实帮到了城内很多平民。你居然向着他们！这是历史上很多侵略者惯用的手法。把反抗者杀掉，掐灭敌对的声音，再用利益收买人心。很快，他们就只会听到一个声音：拥护。但说到底，就是为了满足侵略者长期殖民的野心。随着战线拉长，这些殖民地的百姓只会沦为给战争机器输血的养料。你似乎很了解。10000年前。斗罗大陆上曾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。哼。小丫头，终于等到你了。山莽宗，果然是你们！宗主，请下地龙门少主献给日月帝国，我们山莽宗可就能坐稳龙城首席宗门的位置了。所以，龙城城破之日，天龙门上下浴血奋战之时，你们山莽宗却投靠了日月帝国。少废话，拿下你，南水水这娘们儿肯定许全宗投降。霍雨浩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巨蟒之息！霍雨浩，你还不出来帮忙？你可以的，打击京城，听我指挥，蛇打七寸，坎位有人偷袭，后撤到灵位，坤位出拳，敌方巽位有破绽，出场。左手出掌，右手蓄力。逆明月之手。地武魂技，胭脂地灭剑。目标前位，一击必杀。
中的人渣，早就该死了。霍雨浩，你居然袖手旁观，让本姑娘一个人对付这3条臭蟒。进来吧。走吧。这些山蟒宗的人都是你刚才……顺手解决。你现在魂力多少级？76级。76？不久之前的斗魂大赛上，你还只有5环魂王修为，怎么会有这么快的修炼速度？一些机缘罢了。你真是怪物中的怪物。就是这里了，这口寒泉蕴含着浓郁的灵气，寒泉之下便是拥有奇异矿石的洞府。这水下似乎有什么在吸引着我。你下去吧，我在外面守着。虽然你有极致之冰，但也不要勉强。若是承受不住低温，就立即上来。好。果然灵气浓郁异常。曾经有一位先祖从里面开凿出一块小矿石，其中蕴含着浓郁的冰属性气息。那矿石本身又呈现金属特性，所以先祖传承下来，一直认为在这洞府内部是一处矿脉，一处拥有着冰属性稀有金属的矿脉。也许这稀有金属能助我突破魂斗罗。好一股纯净的冰属性天地元力，这里果然是一处宝地。冰皇护体，温度竟与冰火两仪眼的寒极冰泉相差无几，那里一定是这处寒泉的泉眼所在。找到了，应该就是这里。送给你是正确的选择，也是天才中的天才。只有你能帮助地龙门重现往日辉煌。水居然被隔绝在外。已经拥有极致之冰，怎么还会感到寒冷？这是冰极神经，万载玄冰窟诞生的冰极神经。这么多的冰极神经，一定有万载玄冰窟存在。这对冰属性的魂师魂兽来说，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物啊！冰极神经是什么？冰极神经是万载玄冰髓的半生金属。万载玄冰髓中的冰属性天地元力溢散出去，被周围矿脉中的金属矿藏吸收。矿藏属性改变，慢慢演化为冰极神经，是一种极为稀有的金属。稀有金属，既是最坚硬的，也是最柔韧的。
既是冰级神经，更有好几次差点死在他手里。对不住了，冰级神经，我可不准备让给你。 连划痕都没留下，好坚硬啊！宇浩，你试一下将极致之冰融入暗金铜爪之中。好神奇！我将极致之冰注入暗金铜爪之后，冰级神经内部竟然产生了一股亲和力，可以轻松切割，改变其结构。 宇浩，不可大意。冰级神经之所以被称之为神经，就是因为它本身已经进化到了拥有一定生命力的境界。要想击败它，就必须压制它内部的核心能量。那我们就一起上，让他看看极致之冰的厉害。永动之域，八角万寿刺。冰皇之怒，地寒天，雪舞耀阳，平顶爆。果然是最坚硬又是最柔韧的金属，用它来打造魂导器，性能一定远远超过同级别的其他所有魂导器。恐吓秦龙，如此数量的冰级神经，可是一举解决了唐门魂导器欠缺原材料的难题。看来冰级神经已经被全部开采。好了，宇浩。 你可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这洞窟深处的万载玄冰髓才是更珍贵的天下至宝。这里的冰元素已经浓烈到了我无法吸收的程度。未经打磨的万载玄冰里面蕴含的天地元力可是非常狂乱的，一定要小心。前面的温度估计已经接近绝对零度了。这里的冰似乎连灵魂都能够冻结，紫极魔通。好漂亮，和冰级神经的极寒内敛不同，这里的寒意根本无法内敛，空气似乎都是粘稠的。就是这里了，这就是万载玄冰髓。我无法吸收这万载玄冰髓的冰属性天地元力。这里的空间太小，以至于寒气无法外放，完全沉积在这里。所以，这里的超低温也是我们生平仅见，距离绝对零度也只差不到5度了。温度已经远远低于你的极致之冰，所以你才一时无法吸收。 极致之冰还不是绝对零度吗？温度低于零下150度，就迈入极致之冰的领域了。但距离真正的绝对零度，却还有着不小的差距。绝对零度是仅存于理论的最低温度，是只有神能踏足的领域。天梦、雪女、八角还有我，先吸收这里的万载玄冰髓，慢慢降低这里的寒气浓度，你就可以逐步吸收了。 好，天梦哥，雪女、八角，你们一起吸收吧。等等，这万载玄冰髓，我至少要先吸收一半。
你说什么啊，冰冰？你难道是想借助这万载玄冰髓的天地元力重塑肉身，进而谋求脱离宇浩独立存在？你把我想成什么了？用你那个100万年修为的脑子想想，宇浩的所有魂灵中，谁是唯一拥有极致之冰的那个？你是想？我不仅拥有极致之冰，还是宇浩的武魂，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冰属性天地元力，而且能将这部分天地元力化作我的本源之力暂时储存。等到宇浩凝结第2魂核时，再将这部分天地元力全部融入他体内。要知道，魂师一般是要在封号斗罗阶段才凝聚魂核的，而宇浩就是因为天梦女在魂圣阶段就凝聚了第1魂核，那他凝聚第2魂核的难度就是空前的。届时，我将冰属性天地元力注入，才能把成功率提升到最大。冰冰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更何况，乾坤问情谷，我已经答应与你在一起了，又怎会寻求离开宇浩独自存在？真的吗，冰冰？你再说一遍。你还要我再说？你自己错怪我了，该怎么罚？我错了。回头再跟你算账。赶快说吸收这万载玄冰髓的事吧。我们几个魂灵先吸收。宇浩，你自己只能吸收少部分。万载玄冰髓的效力太强了，如果你吸收太多，很可能会像当初天梦那样陷入沉睡。要是睡上个1000年万年，那就一切都太晚了。好。冰帝的灵石和这万载玄冰髓中蕴含的庞大能量，渐渐令它成为了一个以冰属性能量为身躯的全新生命体。冰帝吸收了9根，我可以了。天梦，天梦哥吸收了3根，宇浩，你让雪女和八角进行吸收吧。雪女吸收万载玄冰髓的速度比冰帝还要快。八角吸收了6根，雪女居然吸收了13根。雪帝，你恢复记忆了。这些日子多谢照顾，爸爸。别，那是你刚刚新生，没有记忆，做不得数的。重获新生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不是当初的冰天雪女，而是一个全新的婴孩。我们血脉相连，你当然是我的爸爸。再造之恩无以为报，我必然会陪伴你一直走下去，
去挑战魂师那一层至高的境界。就算你失败了，我也会陪你一直到生命的尽头。雪弟，谢谢你，冰儿。爸爸，等你的魂力提升到8环后，到极北之地走一趟吧，那里有个适合你修炼突破的地方。地天，你是兽神，别的凶兽怕你，我可不怕。不怒自威，这才是极北3大天王之首，雪帝、冰天雪女。好像是日月帝国的护国之首魂导师军团。哎呀，怎么还不出来？爸爸，我现在就教你控冰之法。我带你感受一下冰的世界。冰雪的基础都是水，水是万物之源，生命之源。水的力量无孔不入。这就是水，有水就有生命。冰与雪，无论形态如何不同，它的本源都是水，只是因为温度的不同才成了冰。冰其实就是固态的水，是坚硬的水，是水之刚强。控冰之法实际上就是控制温度。当你掌控了温度的奥秘与水之特性，那么你的控冰之法就有些门道了。今天让你先感受控冰之法的第一层——温变。水凝结成冰，会释放大量的热能，而冰融化为水，则需要吸收大量的热。所以，当你紧贴冰的时候，并不会那么快感到冷，而冰化的时候，吸走了你身上的热量，寒冷就来了。原来我并不了解冰，拥有极致之冰的能力，反而令我忽略了很多冰最本源的东西。寒冷并不是纯粹对温度的控制，更重要的是对冰属性本身的了解。谢谢你，雪女，我对冰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。希望这份明悟能在你凝聚第二魂核的时候有所帮助。这里温度已经回升不少，剩下的6根万载玄冰髓你都吸收了吧？好。任何一个万载玄冰窟的形成，都是大自然的恩赐。可惜，这处万载玄冰窟并不在我极北冰原之上，当是随着地壳运动移动到了这里。这里虽然寒冷，温度比之极北冰原却相差甚远，无法维持万载玄冰窟。现在没了万载玄冰髓和冰级神经，用不了多久，这里就会彻底消失了。
霍师弟，秋秋，这处寒泉洞窟确实是一处宝地。我吸收里面的万载玄冰髓，实力有了很大进步，极致之冰变得更低、更纯粹了，就连我自身的生命力也增强了不少。这是冰极神经，也是我在这处寒泉洞窟内找到的稀有金属。秋秋，你把他们带回唐门，轩老师和二师兄一定能打造出一批性能优越的魂导器。那你呢？在你下井的这段时间，日月帝国来了一支军队，就驻扎在龙城城外。龙城背靠极北之地，背后已经没有任何日月帝国的敌对国家和势力了。日月帝国这个时候派军队过来，到底图谋什么？具体还不清楚，我没敢靠得太近观察。不过，看着这军队军容十分严整，整体数量应该有2万人，并且配备了魂导师。秋秋，我们兵分2路，你去史莱克城送稀有金属，我去探查龙城外这支军队的真正目标。高空探测魂导器，数量超过了100台，看来龙城外的这支军队所谋不小。这支军队十分可疑。凤凰图案是日月帝国5大护国之首之一的火凤魂导师团，哪怕已经是晚饭时间，军中巡逻、侦察、斥候，也都是一丝不苟地在执行着任务。这支军队果然军容严整，综合素质恐怕可以与白虎公爵嫡系部队相媲美。没有布下防御魂导阵，也就是说，龙城只是中转站。他们的目的究竟是？抓个舌头问问，顺便测试一下这座军营的真实实力。哎，看这里！得手了。触发式警报魂导器。果然，这座军营实力不俗。在这边，我抓住他了！不愧是护国之首，果然是强大的魂导师军团。学武骑兵！虽然被发现了，但不能白来一趟。八角玄冰草魂骨技能，八角万象刺。好强的大范围魂技，辐射范围足有1公里。我怎么说也是10万年魂兽，我赋予你的魂骨技能又怎么会差？敌人只有1个，你们还给他逃了？是的，团长，对方实力很强，他用覆盖面积极大的冰属性魂技摧毁了我们的高空探测魂导器，之后整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。他似乎还会精神攻击，导致我们的魂导器在瞄准过程中出了偏差，
冰属性，精神攻击。团长，我们现在……这个人的行踪诡异，用常规之法必定无法擒获。但若我们拔营起寨，或许能引他来探。哼！传令全军，拔营起寨！大供奉，23号实验品存活超过72小时了。很好，这次的实验若成，我日月帝国的勇士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备用器官了。没有继续搜查，反而匆匆启程了。精神探测，按照这个行进方向，他们的目的地难道是？模拟。好，收到。钻井台。对了，既然靠近极北之地的龙城拥有冰级神经和万载玄冰髓这样的至宝，那么极北之地肯定埋藏着更多的稀有金属资源。日月帝国真正的目的是开采极北之地的矿脉，攫取资源，为扩大战争规模做准备。既然来了，就别急着走了吧。你以为单靠隐匿身形就能瞒住我们的视线吗？封号斗罗，你一定奇怪是怎么被发现的。其实你不用奇怪，我知道你有能力对我们进行侦查，所以为了布置这个陷阱，本帅着实是耗费了一番功夫。在这极北之地边缘，最大的特点就是低温，而低温之中，热能探测魂导器就会特别的敏感。虽然你已经很小心地将自己的体温与周围环境同化，但是你却忘了，在你移动的过程中，空气气流会变化，多少还会有一点温度的改变。这是禁神手铐，能够禁锢你的魂力，戴上它，露出你的真实面目，我们就可以好好谈谈了。
好吧，我认栽了。团长，是我。障眼法，雕虫小技，看我怎么戳穿你的小把戏！到底哪个是假的？他是假的，快攻击！蠢货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9级魂导师的实力！蠢货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他是假的！不好，对方实力远超于我，得想办法尽快脱身。往哪儿跑？这里可是在极北之地，岂能容你这小小的火鸡撒野？兵兵必战！混蛋，敢对老身无礼！我奉剑杀你家人！快躲起来！剑神踏印，玄武之魂，命运头骨技能，灵魂爆炸。精神护罩。这位团长虽然有防御魂导器护体，但实力明显不如那个封号斗罗。八角玄冰草魂骨技能，八角万象刺。不好，人设有危险，要尽快解决眼前的麻烦。圣剑主帅是我唯一的脱身机会。命运，灵魂冲击。无敌护罩，你身上还藏着多少防御魂导器？暗金魂爪。什么？现在，我们可以好好谈谈。是你？你敢？挟持我！放开团长！他是94级火凤斗罗栾凤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原来是他。二师兄说过，火凤斗罗栾凤是与星空斗罗叶雨林齐名的存在，常年担任火凤魂导师团的团长。看来橘子空降火凤魂导师团后，栾凤就退居副团长了。都让开，不然我就让他给我陪葬。住手！栾凤奶奶，不要管我！放开团长，老身可保你不死。你们没有跟我谈判的资格。我离开后，自然会放他。让开，让他走。希望阁下言而有信。对不住了，橘子。你还活着？我以为你已经死了。这些日子，你还好吗？不算好。对不起，于浩。虽然我很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你，但看见你还活着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不要试图与我作对，好吗？橘子，我可以帮你离开日月帝国。
依靠你的本领和智慧，你完全可以过上全新的生活。战争的残酷，你早就已经亲身经历过，为什么还要将它带给更多的人呢？你说的轻巧。当初星罗帝国军队杀害我父亲，令我家破人亡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对他们的统兵将领这么说？是他们毁了我的一切，我要报仇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为了要报仇。谁能帮我报仇，谁就是我的恩人。徐天然是，你不是。你有你的道路，我也有我的道路。除非你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你是拦不了我的。没人能阻拦我前进的脚步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带领日月帝国大军，踏平原属斗罗大陆3国，一统天下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大陆上就再也不会有战争。我会好好的治理这个国家，让和平永存。有一句话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就应该杀了你。如果是死在你的手上，我愿意。原来你就是新来的交换生。这颗牙齿怎么办？距离心脏太近了。坚持住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。我有很多话想告诉你，但是我觉得告诉你也没有意义。再见，宇浩，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。希望我们不会在战场相遇。当初在景阳山脉，你从银月狼王手中救我一命。如今我且放过你，将这滴鲜血偿还。从此，我们一笔勾销。今后在战场上再见，我们只会是敌人。今天之后，我会不惜一切阻止你。角冰原凝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阻止橘子。要摧毁橘子的火凤魂导师团，必须有极北之地的力量。极北冰原雄，身材巨大，短距离奔跑速度却堪比敏攻系魂师。这是雪地松鼠和极地短臂兽。为了在极寒环境中生存，极北之地的魂兽演化出了奇妙的共生关系。10年前，第一次进入极北之地，依靠天梦阁的残退御寒，一路艰难前行，
才达到核心圈，而现在早已不同往日了。雪女，回家的感觉真好。雪女本是极北之地最纯粹的冰属性天地元力凝结而成的生灵，是天地间应运而生的生命，本身就是最纯净的元素体，是极北冰原的女儿。冰天雪女，得天独厚，一代雪帝，雪舞飘零。好一支冰天雪女舞！团长，那贼子有没有伤害你？鸾凤奶奶，我没事。马上召集所有将领。传令，所有魂导器全力运转，加快矿脉探测和开采工作，全军进入迎战状态。老身的火凤剑很久没有杀人了。他肯定还会回来的。大片的生命气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靠近。兽潮！极北三大天王之一的泰坦雪魔王。他也来了。极北冰原熊，他的体型竟不在泰坦雪魔王之下。这头极北冰原熊，或者说是冰熊王更为合适。其修为已经远远超过了10万年魂兽的级别，几乎不弱于星斗大森林的凶兽熊君。小白，你又胖了。小白，他哪里小了？小白是雪女在统一极北冰原时捡回来的一只小冰熊，以前一直跟雪女生活在一起。现在虽然已经是一方霸主，但他还是一直将雪女当成妈妈看待。阿泰，好久不见。泰坦雪魔王也听命于雪女。雪女在极北之地果然是说一不二的至高存在。我极北之地乃是一片净土。对我来说，这一生中最令我满意的事情，就是极北之地的和平。这次召集大家过来，主要有2件事。第一，我要向大家昭告，这次相见之后，我将会进入另一种层次的闭关。我也不知道最终结果会如何，特此向大家告别。很有可能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大家见面。第二，我要确定我的继承人选。我宣布，从这一刻开始，阿泰将继承我的位置，成为极北冰原之主。你们要像尊敬我那样尊敬他。
听从他的命令，助他维护极北冰原的和平。那冰帝呢？冰帝会与我一起闭关，无论成败，你都是我更适合的继承者。你要记住，就算我不在了，极北冰原也还是原来的极北冰原。你一定要善待各个族群，秉承我的志向。只有我们极北冰原自己足够团结，才不会被外敌入侵、欺辱。是。所有冰原的子民们，你们记住，我的离去，并不代表死亡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永远守护着你们。任何违背极北冰原规矩的存在，都将是我的敌人。